午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任玉芳委员，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全世界在看川普一天到晚都有新的对象要来开火吗？那接下来会是谁呢？有没有可能要是伊朗呢？因为伊朗最近的这个抗议跟镇压行动非常的激烈，其中川普已经公开的表达说他考虑要空袭，美国已经公开的呼吁驻伊朗大使馆这里发布了安全警示，让他们的公民呢立刻离开伊朗哦。不过呢，政府是没有要提供任何的协助的哈，你要赶快事先规划离境的方案吗？那伊朗的人民到底现在死亡人数是多少？有没有被扫射？根据不同的媒体报道，不同500、600，甚至有说几千人的数字都有不同的报道，但是目前中东附近呢是没有美国航母进驻的，所以美国军方说请求川普给点时间让他可以在周边做兵力的集结，才能够有效的打击伊朗政权。这个行动计划必须要有个时间的规划才行。那么伊朗人民说被扫射，只要有人命的损伤，川普曾经公开喊话，只要有人命的损伤，我就立刻教训你，对付你。可是已经这么多天了，现在的动作是什么？其实川普今天早上比较新的，他自己公开讲说，现在已经到了个对话跟谈判的时候，对方已经软化了，所以一定会动火，一定会动空袭或开火吗？恐怕还不一定。川普说，任何跟伊朗贸易的国家都将被征收25%的关税，又来了，永远都是关税哦。你不能跟他当朋友，当朋友就给你苛征高关税，而且不可更改。被提到可能会被影响的，包括了中国大陆、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跟亚美尼亚等等的。专家分析，如果真的美军干预伊朗的行动，用军事来作为的话，恐怕荷默兹海峡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海峡的要道，将会面临被封锁的风险。可是奇怪了，当川普被 CNN 记者问到到底是不是要对伊朗开火的时候，他自己先发火了，听听他怎么说。Questions have you been briefed on? Are you meeting with senior officials?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Are you meeting with your Am I going to really, are you asking me to say what will they do, where will we attack, when, and at what angle will we attack from? Are you considering Who are you with? I'm with the U.S. White House TV pool. I'm wondering, are you being briefed on options? I'm with CNN, sir. Why don't you just say I'm with CNN? She says I'm with the White House pool. Yes. And I say, what? You're with CNN. You're with CNN, You're yes. with fake news. Iran Because said CNN is fake. 他直接说，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是新闻就是假新闻的 CNN 继续攻击媒体？当然，记者一直咄咄逼人也是他的职责，他要问到底有没有军事行动。那川普说，我就是不告诉你。那现在伊朗方面呢，哈米尼他们的最高领袖呢，把川普画成了这样的崩解石棺，扬言说暴君将会被推翻。那伊朗的议长也说，如果伊朗真的遭受攻击的话，将给美国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不过，因为过去伊朗放狠话撂狠话是常态，但是撂狠话之后，现在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管道寻求协商或者是谈判的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但现在伊朗四线操作，包括了经济战、心理战，跟美国、以色列的军事战争，还有反恐战。接下来到底美国的做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其实人民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外媒很多报道都是民众上街示威被镇压、血腥暴力、送命甚至送医院的画面。但是如果看到伊朗的国营电视台的话，这抗议画面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抗议画面呢，是在反美，走上街头，数万名亲政府的示威者响应德黑兰的官员呼吁美国不要再插手我们国家的政局了。所以这当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但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相继发表了看法，反对如果美国川普准备要镇压人家影响内政的话，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说法是说，中方一贯的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呼吁各方多做有利于中东和平稳定的事。这让我们又想起来，川普不是想领诺贝尔和平奖吗？那怎么到处都引起了这么多的动荡呢？而欧洲议会现在是已经开始宣布禁止所有伊朗外交人员进入。土耳其、俄罗斯反对外国干预伊朗事务，其中欧洲议会的议长公开的讲，这种禁止外交人员进入的这个做法呢，是要表达对政府
镇压人民的不满，而俄罗斯还有这个土耳其通通都公开反对哦。接下来这种要针对伊朗来做个别制裁或管制的方法，伊朗召见了4国大使，干嘛呢？很有意思，看到画面是把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大使都找来，叫他们看影片。这个是暴力骚乱者的影片，你都知道他们可能是被指使的，或者是他们是做了多么可恶的事情，破坏了国家的安宁，甚至是国家的建筑，所以我们才必须加以镇压。他也要求这些大使要把影片转交给各自的外交部长，要求撤回支持抗议者的官方声明。哇，看起来伊朗这一仗啊，赖老师怎么看？川普到底会不会动手，还是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拿最大的回收？伊朗的局势啊，西方媒体的报道跟这个伊朗的报道，还有跟其他国家报道，其实都不是一致的啊。西方媒体的报道，它报道的是部分的事实，但是有夸大的一个嫌疑啊。我们观察到几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整个暴动或者整个示威抗议已经连续13天，看起来目前没有降温的这个趋势。但是如果你再去细究一下，你会发现，它并不是都只是在首都或是大城市，事实上，它大概有一半的省份是已经有示威抗议的情况，可是它的相对语言来说的话，就有另外一半的省份没有。那一半的省份里面，大部分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比较贫穷落后的一个地方比较多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状况最糟。也就是说，由于基础建设更差，例如说靠近阿富汗的地方、靠近巴基斯坦、靠近库尔德族等这些地区，越贫穷越落后，它的暴动的情况就越严重。首都也有暴动但是首都并不是每一个区都产生严重的暴动。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美国来说，因为川普之前有撂狠话，说只要有镇压、有死人，他就会出兵，没有错。发生了镇压，也发生了死人，而且死伤的人数到底多少，这个数目不一定因为有人说6000人、5000人，有人说1000人，到底多少人也没人知道。不过死伤的人数绝对不是少数。那问题就在于美国什么时候要出兵去镇压，或者美国什么时候要出兵去干预，这个部分对于川普来说，他也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如果仅靠这个轰炸的方式，要透过轰炸就把这个政权推翻，这个显然是太不实际了。但是如果要出动地面部队，不管是海军陆战队或是后来的陆军，那你本身必须要给海军陆战队开一个好的出路，然后再让海军陆战队进去以后，陆军也能够进去。可是这会不会陷入另外一场跟阿富汗的战争一样？而这场战争会不会构成这个美国的未来的噩梦？这也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打阿富汗的时候进展很顺利，1个月就打下来了嘛。但是结果在治理阿富汗的时候显示出它的难度，而且就一搞了20年，整个北约都拉进来了以后，最后仓皇而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种意识形态很浓的，尤其是宗教信仰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就很难处理。更何况伊朗本身太复杂了。伊朗有160多万平方公里，在全世界排名第18名，国土面积很大。人口有880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第17名，所以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而且它的整个地形是山脉切割的，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再加上族群多，然后周边国家的各种成分也多，然后巴勒维的影响力有，但是它并不是主力等等，你又没有办法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力量，说团结一致的反对党，我把这个政党推翻，把这个政权推翻，也不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因此，如果说美国没有去掌控支配控制整个伊朗，他所扶持的这个政权又无法有效统治伊朗，那一定是乱得一塌糊涂。好，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要介入也不对，不介入也不对，要打也不对，不打也不对。那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坦白说，川普被媒体记者问到，被 CNN 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内阁，尤其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各方面，包括 CIA 提供的讯息都很混乱，而且让川普举棋不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打，他的威信受影响；但是如果打的话，那伊朗有没有能力反击？伊朗事实上在去年6月的时候，跟以色列的一个作战的经验中，证明了他的
程的导弹的精准度是有的，也就是说，他打了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也打了他的军事目标，也都达到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伊朗确实是有能力来反击。可是为什么伊朗没有造成这个以色列平民百姓大规模的伤亡？很明显的就是他不愿意这个战争在扩大。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舞台上彼此之间有节制的来玩。那你还记不记得苏莱曼尼被杀的时候，伊朗也要报复，美国也说好，那你就炸我一个军事基地，但是不能死到人，所以就炸这个军事基地的一个角落，那么也炸到了。这代表伊朗有这个精准度，有这个能力，但是有这个沟通管道，就是我面子拿回来了。可是如果伊朗的政权被逼到墙角，要被推翻了，那他可能做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也考虑他的军人，他的海外的军事基地遭到重大伤亡，对他会不会产生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举棋不定，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下决心的原因。一方委员怎么看哦？当然，很多专家就认为说，以川普现在要动这么多兵，还要到伊朗去出动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现在来不及做这种部署。您看法呢？其实现在有人讲说，因为他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在附近啊，这种说法是我不好说，不敢说是外行啦。不过这种说法是有点失真啦。你还记得这个去年的6月22号发生什么事？美国有7架 B-2 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叫做白人空军基地 Whiteman Air Base 起飞，一共飞了在空中加油好几次，全部大概飞了37个小时，就去轰炸了伊朗的核子设施，然后再回来。所以今天美国要攻击伊朗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航空母舰在那里，它本土的这个长程的这个隐形的轰炸机就可以执行这个任务。那如果说一般的飞机要复航，也不会有很多的问题。光是在中东，尤其是波斯湾，美国有4万到5万人，所以美国有非常庞大的军力在那里，而且它一共大大小小有19处的基地，就在中东这一带有19个它的基地，它要动员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因为伊朗说了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攻击我，我就绝对攻击你。你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基地，美军都是我攻击的目标。这个坦白讲，一定有吓到川普。委内瑞拉这个绑架那个美国绑架委内瑞拉的总统，为什么在美国民调还算是很不错？因为美军没有死一个人，只有一个直系驾驶被打了几枪在腿上，也救活了，也没有事这样。但是你如果真的伊朗用飞弹、用飞机攻击你美军基地的话，那个死伤大概很难免哦。因为当时在跟以色列作战，去年听说用掉几百枚这个飞弹真实的数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听说他现在至少有1500到2000枚的飞弹可以攻击到以色列跟其他美军的基地。那你想，这个他如果全部豁出去打出去的话，那美军的伤亡大概也不会太小。那这一来呢，就会让这个川普政府会有点灰头灰脸。而且最重要的说，那你如果真的要有效的逼迫伊朗政府交出政权，那你就真的地面部队要进入。那你要进入的话，你看他光是革命卫队啊，最坚强的那个现在的政权的维护者，那伊斯兰的革命卫队19万人，他还有民兵组织，他民兵组织最高可以大概可以加上志愿者投入有60万人，所以他有将近差不多有80万人的部队是属于他很忠贞的部队，其他的那个正规部队、陆海空军那个不要算了，就讲革命卫队跟他的所谓的民兵组织付出于他身上的民兵组织，加起来将近80万人了。那你这个部队你要进来的部队人数不能太少，如果你人数太少进来，你可能被吃掉人数多，那个死伤就会变得很庞大。所以我觉得他的考虑知道，他也晓得，川普也知道。委内瑞拉跟伊朗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你在伊朗会有更多的死伤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不是他有什么仁慈，但是呢，他就是想我就要压迫你，
看可不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因为马上要期中选举了，要在这对外的动作里有利于国内选举才有用啊，或者是有利于股价嘛。所以目前到底伊朗有没有可能动兵？其实川普做什么，大家都已经不会惊讶了。阿中老师。对，因为其实第一个是委内瑞拉的这个成功的模式，其实不容易复制到这个伊朗因为两个这个形势客观的条件还是有重大的差异第二，我觉得川普的风格还是比较在用武上还是精打细算的人。看委内瑞拉的成功是有一些风险在后面的我们一直在讲说假设那一次逮捕马杜罗的行动有任何一架美国的直升机摔在地上。或是有任何人命的死伤，都不会像现在所形容的这么成功。那同样，你面对的是伊朗，其实川普是在1月2号凌晨3点就发他的这个社群媒体说，伊朗要小心，如果你敢去这个怎么讲残杀自己的子民的话，美国不会善罢甘休。但是外界到目前为止都其实高度的一个好奇，就是你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因为所有的军事的手段后面都是要搭配能够实现你政治上的目的。这点外界是最好奇因为你当然也可以说我要做的是很大规模的、很有企图心的去推翻政权，但是推翻政权之后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你也不能保证说伊朗的这个未来的局势，假设没有哈米尼假设这个执政的这个基础完全崩解之后，新的政府可以从动乱之后很快能够重整旗鼓，然后又符合美国的期待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权，和美国不这么骄傲的政权，这后面都有变数。所以也有人说，也许川普做的可能就是一个这种精准的打击。那精准打击可能未必像去年6月份打击核子目标有人说，假设川普想要展现的是美国的决心美国是有效率的，他可能打击对方是要为这一次镇压行动负责象征性的目标比如说他的内政上的一些安全的部门，可能或是其他的一些军事设施。那假设你要像是做类似像斩首行动的话，这后面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刻美国做的还是软硬兼施，因为即便是看起来局势很凶险，但是伊朗的外长跟美国是私下有沟通。那当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我们也特别看到说美国的官方特别讲说，伊朗强硬，外表上看起来很强硬，但私下美国所收到讯号不是如此。那同样美国何尝也不是如此。那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我觉得是军方把所有的方案利弊得失都呈给川普，那最后川普要做的是政治的决定。川普要什么？其实他一直讲的都很直白，他要格陵兰这件事情是他在上任的时候就说的。那么这2天在完成了委内瑞拉任务之后，他自己不停的谈话里都是谈到的是格陵兰。那么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林特别讲，大陆对于在北极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呀，现在到底要拿什么理由来要格陵兰由美国来接管呢？他说，依法美国这种叫做谋取私利，拿的是其他国家当借口，却没有尊重其他国家的这个该有的主权跟权利吗？那么俄罗斯的高级官员也酸这个叫反讽酸这个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他嘲讽川普如果要拿下格陵兰，要赶快抓紧时间不然几天后就会举行格陵兰的全民公投，到时候人民可能会选择加入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公民嘛？当然是玩笑话，因为呢，抓委内瑞拉的总统理由是毒品，但到底要用什么理由要去把格陵兰拿下来呢？他的说法是说，因为俄国斯跟中国大陆的船只布满了那附近的海域，被打脸了嘛，所以美国特使他还继续帮他找办法跟理由，才能够合理化这样的行动。这位格陵兰的特使杰夫说，美国在2战期间保护了格陵兰，却被丹麦强占了，所以是违反联合国这个条约的那么甚至丹麦的驻美大使也说，格陵兰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丹麦的一部分。这一次呢，得到了美国政府、联合国、国际社会的承认现在怎么又翻脸了呢？而美国的议员是共和党的，则是支持川普的做法。他认为呢，有个法案提供必要的措施并吞格陵兰，因为呢，它成为正式美国的一州之后，我们就控制了北极关键的航道，
还有保护美国的安全架构，所以也不只是稀土而已吗？那委内瑞拉呢？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办法川普 hold 得住？因为川普是在发文的时候自称他是这个现在除了是美国总统之外，也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现任的总统，现在真正的代理总统啊，他是这样说的。执政委内瑞拉的只有一个代总统，跟一位美国强行被控制的总统哦，还在呛他吗？那现在呢，有5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因为他在这个行动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他们国会发起了谴责的行动。那么第一关在程序委员会里头有5个共和党委员跑票支持，让这个法案过了。在这个报道里面就是说，川普非常愤怒，还特别打给这几个议员说背叛我，声称要把他们在初选之后拉下马。好，美国石油的封锁对于有人来讲，当然最重要的是石油的权利喽。有2艘中国的油轮现在被发现掉头了，原本呢是要到委内瑞拉去运油的，不要忘记它这里还有很多油的债权，现在看起来完全被美国封锁了。那当然有一个报道是说，石油只是烟雾弹而已，不只是石油，盯上的是委内瑞拉有神秘的稀土是什么？说有数量未经证实的矿物、金属、潜在的稀土等等的，将可以让它拥有更大的稀土的控制能力，这样就可以不用被中国大陆卡脖子。这个还在各方猜测当中啦。但在这个各方地缘政治剧烈变化的时刻呢，加拿大的总理时隔8年，卡尼准备要访问中国大陆，当然非常具有一定的意义啊，因为加拿大也可能是点名川普下一个有兴趣要变成自己一州的地方嘛。过去跟着美国站队，强力的抗中，而这时候加拿大的方面的说法是说，这一次呢，因为中国依然是加拿大第2大的贸易伙伴，要试图寻求新的平衡，这样做出努力。显然跟美国完全的站队已经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了吗？连墨西哥也是，古巴也是，通通都成为现在最担心瑟瑟发抖，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拿他们下手的地方，因为都被公开点名过。墨西哥总统说，已经跟川普进行富有意义的对话哦，要打毒枭不用美国来出手啦。古巴也说，跟美国的关系要进展的话，不能用威胁的啊，要想办法，这个历史证明要想办法建立国际法的基础上。哎呀，川普我是没有跟你讲国际法的啦。戴老师，格陵兰在地缘政治跟地缘战略上，它的价值确实很重要啊。例如说，在北极航道、北极圈里面，它是位在于南方的这个最东侧啊。可是问题就在于，它并不是美国的啊，它不是美国的。美国拥有的是阿拉斯加，在北极圈的西侧，中间有一大段是加拿大，再来右边啊就是格陵兰这个地区了啊。那北部的地方都是俄罗斯的啊。那当然，格陵兰再往右走过去就是冰岛这个区域。目前融冰的一个地方啊，是比它靠北边的啊，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一边。所以第一个货柜轮已经通过了啊，通过了这个北极航道，是在俄罗斯的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下，这个第一通道已经通过，所以它确实在北极海的这个运输通道，它有它的重要的战略价值。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稀土，还有铜矿、金属矿等这些，当然都构成了。当然还有鱼，那个海捕鱼的，就跟阿拉斯加的情况一样。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当时买下阿拉斯加是俄国自愿卖的。美国当时也买下了这个路易斯安那州，是法国拿破仑政权自愿卖的。但是现在的格陵兰，它所属的丹麦是不愿意卖的。那你今天强把人家买走的话，这个很明显的你就会得罪了整个在欧洲的这些欧盟，也会得罪你，不但得罪丹麦，你也得罪了欧洲的这些国家。那对于俄国人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这个川普尽快的把格陵兰拿下来，因为在拿下来的时候，美国跟北约的欧洲国家就会构成的矛盾激化。那现在德国、英国、法国的3国的领导人已经很坚定的说，我们支持丹麦，我们捍卫丹麦，我们绝对不允许美国夺得这个格陵兰的这个用非自愿的方法夺去格陵兰。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欧洲的3大国会跟美国叫板，会跟美国对抗。这个对俄国来说的话，不趁机赶快挑拨，不趁机扩大他们的裂痕，要等待何时啊？所以这个俄国的这个安全
主管他就直接提出说，你再不买，那就我来咯。啊，这个话就是有点激将，就是激你川普赶快动作，不要一张嘴一直讲，要动作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出来了，格陵兰不会想变成美国人，他更不会想变成俄国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现在只是看说你美国如何抢走，怎么样把它强拿走而已。一旦强了，那就一旦用强夺的话，美国跟欧洲的裂痕就一定会埋下来，而且这个裂痕很难修补。另外，委内瑞拉，美国跟委内瑞拉就变得很怪了。昨天，美国的国务院还发布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就显示出美国政府无能力保护在委内瑞拉的美国公民，因为美国的国务院他告诉在委内瑞拉的美国公民说，你赶快离开，透过各种方法，第一时间到机场坐飞机走。你如果真的不行，你就到边界里面进入别的国家，然后从那个地方回到美国。那他就凸显了一件事情，什么呢？美国政府无能力保护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民。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发现委内瑞拉的民兵组织正在到处搜捕这个叛国者、告密者以及美国的公民。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川普的军事行动是很诡异的一场军事行动，他没有真的把部队投入委内瑞拉，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委内瑞拉的政府，他没有办法控制解除委内瑞拉的军队。那因此，这一位代理总统，他继续有效的在委内瑞拉执行他所有的命令，他的军队效忠他，他的警察效忠他，他的政府效忠他，而这位总统他说我效忠的是现在被美国绑架的总统，而美国的总统川普在自己的推文上泼一个 PT 的，就是说我是委内瑞拉的代行总统，然后那个卢比奥是我所任命的总督来管理这个委内瑞拉，而卢比奥却没有办法跑到委内瑞拉去进行那个总督的一个职责。好像变成一个，到底委内瑞拉怎么一回事？美国跟委内瑞拉凭空就能够指导、指挥、控制、驾驭这个委内瑞拉吗？这变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了。美国做一点实事、实实在在有用的事，让大家看看你的真本事。岳方委员现在好像是川普在射飞镖，那个轮盘转到谁？下一个要打谁？不管是格陵兰担心墨西哥、古巴，每个国家都在想下一个动作会针对哪一个国家。但北约国家已经声明了，对于格陵兰问题是有他们的立场的，他们反对。那么不希望，他们很担心，到时候真的对格陵兰动手起来，北约将会瓦解。这要等着看了，因为说实话，在川普心目中，欧洲是不怎么样的。他讲得很清楚，你的西欧这些国家，你们要改变了，你们已经不行了。所以他不会很看得起，而且他认为北约是我美国一个人在撑的，所以什么北约不北约啊？我如果是把格陵兰拿下来啊，你们北约要怎么样？我乌克兰战争，我只要持续，我只要决定不再帮助乌克兰，你们西欧国家没有一个光炮弹，你们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乌克兰战场的需求。所以美国是看得很透，这个就是西欧这些国家自己要去检讨了。他们早就应该看出美国已经慢慢在转向了。你们在国防上自己要建立自己强大的军事的力量嘛，没有错嘛。你乌克兰在你的旁边，你西欧请你西欧的全部的力量，你都没有办法在乌克兰战场跟俄国人来对抗，你还要美国运送这么多重要的武器，甚至提供经济的这种援助，这个就会被美国看不起。所以美国他下手的地方，你像委内瑞拉也是一样，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一个对付政敌无所不用其极的国家，一个没有办法团结起来的国家，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的国家，很多的装备，俄国卖给他的很多重要的装备还没有开箱呢，更不要讲部署。所以你美国人对你下手，你是没有办法对抗的。丹麦也是要好好检讨，你既然觉得格陵兰是那么重要，而且美国不是从川普这个时候想要格陵兰，好久以前美国就对格陵兰就有他的看法了。你丹麦为什么不增加格陵兰的人口？你丹麦为什么不想办法强化格陵兰的这个防务？
就这样啊，只有一个军事基地，那就是美国军事基地。你丹麦要怎么去保护它？所以我是觉得，任何人在面对美国，不管说你说威胁也好，利诱也好，你自己要知道，你要把你自己的国内先治理好，哦，你要让国内大家，如果你像委内瑞拉，我相信他要打古巴就不会那么容易打，因为古巴的团结的程度，人民团结的程度一定远胜过委内瑞拉，啊，所以这个你这个国家你要团结。你如果说啊，你要对抗美国，不管是经济上的威胁也好，或是军事上的胁迫也好，那你自己要壮大起来嘛。所以我对格陵兰这个地方我的看法是这样，美国不会很快就把它拿下来，但是美国可能会增加那里的军事基地，然后开始他可能会让一些的厂商试着去基地附近去探查它的矿场怎么样，因为现在讲有稀土嘛，可是格陵兰80%的冰块，真的。你要怎么去那么？而且它有的那个冰块是非常非常深的，不是薄薄的冰块，是非常深的，不是我们台湾有时候高山上下雪，那个几个小时就慢慢在融化了。它是常年、终年这样子堆积了很深厚的这个冰。你说你要去那个地方去找稀土啊，你要先想办法不要冻死在那里，就应该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美国最主要是也看这个情况，他会慢慢来。川普是一个生意人，他想办法要，他觉得要，他是做房地产出身的嘛，真的，他看到任何一个土地，包括加沙走廊，他都很有兴趣把它变成一个未来海岸的嘛，度假村，就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土地，他当然想要吃。加拿大如果可以，他也想把它吞下去的嘛。所以你那些不想被他吞下去的国家，你们自己要有所作为嘛。当老师，所以川普也讲啊，我也不一定要打你，我可能可以用买的，只是这个价钱怎么付，还是要他说了算。对，就是川普的手法也还蛮多哈，但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看川普的对于这个格陵兰的念念不忘啊，因为1.0的时候他就讲过，只不过那时候的施加这种力道不像现在这么的强，所以成为川普的未竟之业。那2.0还没开始之前就有蛛丝马迹，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川普胜选之后，川普的这个儿子就曾经引用网络上一个梗图，那时候大家觉得在开玩笑，说川普的购物清单上面有加拿大、有巴拿马运河、有格陵兰。那时候大部分人也是跟我一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可是，在川普就任前大概2个礼拜之前，他在海湖庄园有发布一个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列了很多点。那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他说不排除用武力取得对于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不排除用武力来这个获取格陵兰，希望透过用经济手段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是经济。最后一个是比较简单，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这很快就做到。那当时大家会认为说，你的重点外交重点应该还是在俄乌战争解决，没错，因为去年就是副总统范斯去一趟格陵兰之后，格陵兰议题就慢慢淡化，好像是已经不在川普的这个视线雷达范围之中。从什么时候又开始一样？委内瑞拉成功之后，开始包括白宫的一些幕僚、副幕僚长、副幕僚长太太，还有白宫发言人，开始就把视野又完全又移到了这个格陵兰。还有俄乌焦灼的时候，没有进展的时候，所以他又又补起来。但如果对川普而言，当然是如果能用买到的话最简单，但光用买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你说其实钱都不是问题，那重点是你要买人家还有一些法律的过程嘛。那还有人说去年就有人在谈到说，也许美国就用自由联系邦的方法把格陵兰比照成像南太平洋美国的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帛琉，然后让美国跟他的关系更进一步，包括掌控格陵兰的军事跟国防的防务。那这可能也不是川普现在要做的，因为有欧洲外交官讲得很好，大家都认为是川普只是在讲这个你的防卫投资不足，丹麦北极防卫不足。其实去年丹麦已经投资了40几亿。他说，川普的心中并不是在意的是格陵兰的使用权、租用权，他要的是格陵兰的所有权。川普根深蒂固的想法是如此，就是不要去小看川普的这个想法了。对，的确，在各种剧烈的变动当中，区域的联合。亚洲这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看起来川普对于西半球现在的关注程度是大很多的。西半球呢，在南韩的总统李在明访中，蛮长的这段时间以来，表现了很多韩中要一起联手对抗
也不叫对抗了，应该说回顾过去抗日的历史过程，未来有更多的商业合作上的这个需求，15项 MOU 签下来，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出发要到日本去喽。那很多媒体问啊，你有没有可能当中斡旋中日最近关系这么紧张，或者是扮演什么角色呢？他很清楚的表达，这个就是不涉入他只要多方得利，不涉入个别的争议的这个态度。他说无意卷入日中纷争，我认为这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问题，不是我们该深度介入或干预的事。而南韩的驻华大使直接这样说，他说李在明这一次到中国的之旅是不只是成功而已，还不足以形容，他简直是全面修复、维护跟让民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例如，什么这个在见面的时候，李在明提了一个建议哦，希望能够打造首尔到平壤到北京的高铁，哇，南北韩到北京这个做法呢，习近平是给予正面的回应，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这是来自于韩媒的报道。而当中李在明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拿着小米手机自拍这件事情，在国内当然有很两极，也有抗中的声音，所以也有抗中的声音批评他说，你这个怎样是在亲中吗？他的回应是什么？听听李在明的说法。이거 가지고 또 왜 중국 물건 선전해 줬냐, 친중이냐 또 그런 사람 있는 것 같아요. 일부가 공연히 하는 소리고, 이거는 디스플레이는 한국산이다. 그리고 중국하고 이게 일종 협력의 산물이다. 단중 협력하자. 협력하면 좋지 않냐. 진짜 제가 해보니까 하나성이 많이 좋죠. 기왕이면 또 셀카 하나 찍어놓으면 또 좋잖아요. 그래서 일부러 제가 개통해가지고 가지고 왔습니다. 李在明到日本去会有哪些的合作事项，我们再继续观察。但是中日关系的确在风险上面完全没有办法降温。很有意思的是，日本的国防这个防相到小泉进次郎上任之后，首度访美，1月15号要登场的是在夏威夷有跟美军印太司令的会面，帕帕罗那么还会见美国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标题也很有趣，叫做晋级的小泉是做什么？他真的很有那个明星的样子在日本的防卫大臣，他去视察自卫队员训练的时候，自己从空中空垂降下来。练习或感受一下所谓岛屿防卫的垂降的能力，哇，就这样跳楼，不是跳机啦。这一显示说我们军容非常的壮盛，体验了伞降的基本动作，然后还被问到说，这个是在一个直播的访问里头就直接有观众问他说，如果哥吉拉登陆东京该怎么办？听起来很枯手，但是呢，这个防长是非常给他很严肃的答案，他说自卫队的存在就是要应对所有事态而存在的，我们有专门的小组可以应付哥吉拉或者外星人，所以像这样的很严肃面对日本要军武强大的这样的态度，定调很清楚啊。高市早苗就是这样的定调，所以呢，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呢，现在说这个跟因为抗中他可以让他的民调现在到78了，但问题是马上要在日本内部准备解散众议院的时候呢，政治风险很高，日本的财政问题也可能会被关注，会变糟，日本也持续走贬，持续会关注日本的状态。货币市场呢，率先是给了日本警讯，是说随着高市早苗考虑要提早选举这件事情，解散国会，所以日元也再次的走贬。整个规模，日本的规模4兆元美元的经济体会面临更高的风险。而大陆跟印度呢，现在很罕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德里会见了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像这样的会面呢，是之前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以来很久没有看到的互动。而外媒就说，现在在印度的部分呢，跟中国的企业是不是依赖越来越深呢？以 Bloomberg 的报道说，印度有家信实公司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技术，中间一些合作事项被取消之后呢，就让整个印度要生产锂电池的计划被叫停，反映双方的合作技术有很大的来源得依赖大陆吗？而五角大厦也警告，中国呢正计划要在巴基斯坦还有孟加拉这里靠近印度的基脖子地带建立解放军的基地，当然也是因为看到中印现在的关系越走越近，要提醒你们这旁边都靠这么近，有这个所谓的西里古里走廊，这个位置是珍珠链战略的一部分小心点你可能也会被中国大陆给控制影响了嘛？赖老师，我觉得李在明的外交很灵活，他跟尹锡悦是180度的不同。你看他很早以前他就宣布，
他就在这2天要去这个日本跟高市早苗在日本高市早苗的故乡奈良这个地方要会谈这个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是他在这个同时，他拼了命希望能够先到北京去。他的外交官也很努力终于这个大陆这边邀请他，所以在2026年今年的开局之年，李在明是第2个进入中国大陆的外国的领导人，第1个是爱尔兰的总理。所以早上的时候，习近平先跟爱尔兰的总理见面，下午就跟李在明见面了，彼此之间谈得很愉快，谈得很愉快，也有很多的合作计划。这个就给李在明一个更多的筹码，他可以跟这个高市早苗去谈判了，也就是说，他改善了跟中国的关系。因为过去韩国在尹锡悦的时候，中韩的关系是恶化的，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激烈。那现在调整缓和了以后，这个对于这个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么紧张的情形下，日本一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盟友站在他这边，尤其是他所提出来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本破坏了那个整个联合国的宪章，他要介入这个台湾之间的战争，而且呢也谈到了有关于也破坏了1972年中日建交的联合公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中日的关系越来越紧绷，对立的情况是一直在上升的情形下，问题是在于美日韩的三角军事同盟关系有没有效？很明显的无效了。也就是说，本来拜登时代所打造出来的大卫营的模式，就是建构起这个美日韩的最坚实的三角军事同盟关系，而这个三角军事同盟关系不适用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介入了台湾跟大陆之间的战争的话，韩国他不会因为三角军事同盟关系，他有义务要介入这场战争。这个很明确的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了。那李在明也代表韩国表明他的立场，那这样的话就打消了这个高市早苗从中能够做文章的空间。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它会使高市早苗的压力越来越大。那高市早苗现在怎么办？他只能够完全依赖美国。要完全依赖美国，首先我们先看到的就是他的防长先到美国去了，也就是小泉进次郎。小泉进次郎先到美国跟赫格塞斯要见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先得到美国的防长对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因为就是安全上的保障。安全上如果没有给他保障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赫格塞斯最后还是态度模棱两可，因为在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提出来的时候，美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没有给高市早苗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如果赫格塞斯还是没给小泉进次郎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对于这个月的23号解散国会未来的选举，对高市早苗就不利了。因为高市早苗目前他凭借的个人的声望很高，他解散国会。那解散国会，他想要解散国会，他要重新改选，可是他的高民调能不能转到自民党的候选人，也带一个疑问，还要观察。为什么？因为自民党的民调没有跟得上来，是高市早苗民调上来，而不是自民党的民调上来。中日关系紧张，那么对于小泉进次郎来讲，日本防卫大臣就有重责大任。那么最近除了访美之外，也不断的在这种秀演练的方式来代表日本的军力真的很强。委员，日本的这个军力坦白讲是不弱，你看他的飞机 F-35啦，他的军舰很多都装有神盾系统，他的柴电引擎自己造柴电引擎，那也被认为全世界最好的传统潜舰的之一哦，跟德国他们都媲美了，所以他的军力并不弱。而且日本坦白讲，你想一个国家的军国主义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我相信日本还是有些人是怀念他们以前的那种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那个年代哦，是不是包括侵略别人的那些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哦。所以日本人他们是有优越感的，他们常常认为他们是比较接近西方国家的思想，进步的程度也是。在对亚洲的其他国家来讲，在他心目中这些国家坦白讲都是不如日本的。所以中国大陆的快速的崛起，对日本来讲是你说佩服多，不如说是
嫉妒或是担忧是比较多。所以日本在跟中国大陆关系这样持续的对峙的情况之下，跟美国的这种加强的军事的联系会越来越明显啊。但是你说南韩跟中国大陆好像李在明上来有改善关系，然后印度好像跟中国大陆这阵子也关系变得比较温和一点，这他们俩都要谢谢川普了啊。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是把他的朋友们对敌人的影响反而小，把他朋友们搞得半死。你看印度50%的关税，那个25%是这种所谓的对应的这种关税，另外25%是惩罚他买了俄国的石油。那印度很不满啊，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也不会比我少啊，全部加起来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对付他呢？所以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因此在美国这种压迫之下，而且地缘关系的巧妙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有所改善。印度也不希望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走得太近，南韩也不希望中国大陆跟北韩走得太近，所以对他们来讲，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在战略上是有利益的。还有最重要就是中国大陆毕竟是个这么大的市场嘛，是美国市场既然越来越难进去，能够跟中国大陆开拓市场，某种程度取代美国的一些的商品，对他来讲也不是坏事了。所以我是觉得，周遭这些国家，每个国家要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压迫越强，他的朋友们之间的合作的程度就会增加。敌人更是联合在一起哈。对，南韩总统李在明访完了美国到中国大陆，那么做成了很多经济合作协议之后，现在又飞到了日本去。就算中日关系紧张，他也要从中获得南韩自己的利益嘛。对，因为李在明的政策，我觉得非常的灵活啦。当然他小心翼翼，那很均衡哈，这个非常注重要平衡，而且不容易啊，不容易哦。而且等他回到韩国之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要去韩国访问。那先说美国啊，美国他知道是韩国在安全上的依托，所以大家还记得啊，李在明上任后没有2-3个月，因为关税战的关系，所以在去年8月就去了白宫，也是拼了全劲，希望能够取得最好的待遇。那去年在10月底，当然他是 APEC 庆州哈，这个韩国是东道主，所以他也接待了这个包括川普、习近平，包括高市早苗都见到。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他比较大胆的地方还是他希望能够赶快去中国大陆访问，所以去哪里去了？之前是去的是北京，还有去的是上海，而且带的是浩浩荡荡的企业访问团，也是做足了所有的一些功夫跟准备。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还不够，因为他很早就规划说他要去日本，去哪里？去奈良。奈良除了是高市早苗的这个家乡跟他的这个选区之外，其实李在明在这一次的演说里面有讲到说，奈良在过去古时候是日本跟朝鲜半岛最重要的一个门户之一，好，所以他的每一步他都有精打细算，而且他特别不踩雷啦，在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中日之间哈，因为台湾有